大家好，我是大伟。长寿啊，真的是养出来的。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人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心血管上面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呢，它是可慢可急。慢呢，就是靠吃药啊，平常啊就压着。有些时候啊，因为一些不注意，它一下爆发出来，就变成一种急性的问题，那很可能人一下子就过去了啊。所以呢，慢性问题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给你足够的时间啊去养去调。但是怎么养怎么调，它也是有讲究的。像我们讲的养生长寿法有2种，第一种啊叫做静养。静养啊，比如说我们泡泡茶，日常啊修身养性，念念吐纳，这种是静养，调我们的心性。还有一种呢是动养。动养的话呢，我们想要长寿，就人体当中2大长寿大关就一定要打通。这2大关呢，我今天啊就教大家一个动作，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你只要去跟着去做，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3高问题啊，慢慢就变得非常的平稳。好了，我马上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以便以后随时打开，随时观看。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我们需要准备2把经络拍，大家可以把它圈出来。没有的朋友看一下我的橱窗，这个拍子啊非常的结实耐用，居家备上2把，自己也能解决身体上面的小问题。好了，马上就用这2把拍子啊，带大家快速的疏通身体上面的2大关。首先，第一大关啊，就是去疏通我们的小腿。小腿不仅啊要疏通经络，还得让它自主的进行运动。我们看这个动作啊，首先啊，手臂环绕啊，击打我们的小腿。但是同时呢，你要注意，这里有2个细节。第一个，我腿抬起来的时候，脚啊要往前绷啊，你看，脚往前绷啊，往下压，这样的话你去击打才有个更好的效果。我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慢动作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手臂环绕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什么呢？你光环绕手腕啊，这样去做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的话它达不到一个什么呢？开胸阔背的效果。我们必须要把整个肩啊去动起来。注意看，我手一挥，我肩就挺起来了啊。利用这个挥肩的动作啊，去击打我们的小腿。好，我给大家也是快一点啊，1、2、3、4、5、6、7、8，好，换个角度啊，来，1、2、3、4、5、6、7、8啊，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啊！练完以后啊，这个小腿走路都特别轻松，而且后背啊会感觉发热。每天啊你就在家去做一个100下，浑身上下都通透。好了，我们马上来教第2个动作。第2个动作呢是疏通我们整个腰腹部，它有着提气啊，促进我们整体的5脏的运化，同时促进我们气血下行。所以呢，腰腹部呢，它是我们的长寿第2大关。你会发现，人年纪大了以后啊，肚子啊会越来越大，就是为什么积累在这儿。你把它疏通好了，那这个身体啊，它流动起来了啊，肚子不仅变小了，而且呢，整个人啊5脏的运化都会变得更好。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腿分开啊，腿微微弯曲，然后呢，腹部收紧，看好啊。就像打鼓一样，打在我们的这个腹股沟这里，看1，看2、3、4，注意看这个击打是有技巧的啊，千万不是盲目击打。首先，我们是手臂自然下沉，因为这个拍子啊韧性比较好，自然下沉打在我们的腹股沟，在这里的时候，腹部往内收，然后同时借助着一个惯性，到我们的后面，后手往前一扔啊，正好带过来。打到我们的后背处啊，所以这个动作，如果说你是一个软绵绵的这样做，看错误的动作啊，它是没有办法啊去打通我们身体上面的一个大关的。那我们必须要什么呢？聚气在我们的腹部往下压，腹部收紧。来1，注意看这个动作，2、3，非常好啊！这一大关啊，腰腹全部给你打通。同时呢，哎，我们手臂也能运动好。你如果肩膀不好，肩颈不好，你把这个动作练起来，你看腰腹、肩颈全部给你练到。好，这个动作啊，我们在家去拍打的时候，每天啊去拍打一个50下到100下。这2个动作呢，就是我为大家准备的长寿2大关。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啊，你的身体啊、代谢啊、循环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而且啊3高也会逐渐稳定。那咱们准备这个拍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2把啊。你要如果选择1把呢，它只能作为一个被动的拍拍打打。啊，那如果选择2把的话呢，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合集，里面有专门的针对2把拍子运动的技巧
而且呢，对于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你去锻炼以后啊，它强度不大，但是起到的效果啊是非常的好。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各位朋友啊对我的视频的支持。没有点赞的朋友啊，一定要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给一下超级赞。然后没有关注的朋友啊，点一波关注，我会为你的身体啊带来很多的惊喜。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很多的中老年人都非常关注健康和长寿这个话题。那么健康和长寿啊，逐步的已经成为了一种焦点，关注的人很多，所以呢，就会出现了很多不同样的声音。那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夸张的，就是说中老年人不运动啊，更加的长寿。他列举了几个证明啊，比如说一些运动的运动员啊，他这个寿命过短。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日本人他也不运动啊，这个寿命啊反而是全世界第一啊。总之他的观点啊很奇特，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啊选择了相信，就认为不运动啊，正好自己也不喜欢动，那所以呢不运动反而更能长寿，那就不运动了。其实现在这种说法啊，它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生命啊，其实它真的和运动啊是有关系的。我们来从健康和长寿的几大维度啊来给大家说一说。首先我们要知道长寿啊有哪些核心因素。第一个就是长寿基因，比如说父母啊他都具备长寿基因，都长寿啊，那么你可能啊就遗传了这个长寿基因，那你的寿命啊就会变得很长，这是基因决定的，这是咱们不可逆的因素。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是环境因素。这个因素啊包括哪些呢？首先这个环境啊包括了我们的医疗水平，对吧？有的地方医疗水平它发达，那医疗水平发达，它人均寿命啊都显得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环境啊，它是处于一种大自然赋予的那种空气又好，对不对？空气又清新，然后这个环境啊非常的好，没有一些环境的污染。那么这里的人呢，可能他的寿命啊也会很长。所以这个环境因素啊，也是决定我们健康和寿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行为因素，比如说生活当中的一些饮食啊、一些细节啊、一些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些心态啊，是否喜欢锻炼啊，这些行为因素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健康和长寿。那么综上所述啊，这三大因素啊，可以说对健康和长寿是至关重要的。除了第一点啊不可逆，那后面两点环境啊、行为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拥有健康和长寿啊，那就要从第二点和第三点来做起啊，就环境啊，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行为。那么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取决一个论点能不能站住脚，我们绝对不能从个例来看，不能因为一个人他可能拥有长寿基因，他也不运动，就能说明不运动就能更长寿。我们得从大数据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国家最近推广什么？国家推广的是全民健身、全民运动，这是第一个方向。第二个，国家在极力建设什么？你看你的身边是不是每个小区里面都拥有一些健身器材？那么这些健身器材是给什么人用的呢？是年轻人吗？不是的，它针对的恰恰好是中老年人。为什么国家这么大力度的去宣传全民健身一定要有健身的意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通过运动我们能改善我们的体质，可以减去一些医疗上面的负担所以呢，国家才会大力的推广运动让全民去运动。这个呢，就恰恰好证实了运动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些我以前看到的一些论文一些文献上面也描述了几点重要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可以促进并且缓解骨质流失对于一些中老年人，我们都知道很常见的就是一个骨质疏松。那么通过一些运动呢，就可以很好的延缓骨质的流失，并且还能增强骨骼的强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都知道运动了以后心脏会加速，心脏加速了以后血液流动的速度就快，这就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变得更强，而代谢能力更好，我们更有利于体内的一些杂质排出到体外。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心肺能力变得更好，
让我们的这个代谢能力啊变得更强，血液流动的速度啊变得更快，心脏的功能啊变得更强大，这也是运动带给我们的好处。那么我们还知道哪些呢？就是运动有助于我们一个消化，对吧？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减肥。你想想看，现在很多的问题啊都和肥胖是挂上钩的，所以一个人想要健康和长寿，他的运动啊是必不可少的。在运动之上呢，还有几个前提。第一个就是你的环境啊，就包括了医疗环境和你所处的一个环境，这个东西呢，可能我们个人能力啊是很难改善的。第二个啊，就是自己的一个认知水平和一个行为上面呢，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的饮食结构，对不对？我们尽量啊去清淡饮食啊，不要去重口味的去吃一些东西啊，然后这个饮食上面尽量是少油少盐啊，少脂肪啊，这个呢也是国家现在推广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饮食的一个结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最后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好的身体啊，一定是经营出来的。这个经营啊，就包括了我们的日常的饮食，还有我们的运动，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那么在运动上面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中老年人啊，他的这个运动水平啊，20分钟左右啊就够了。心脏啊微微的加速，身体微微的出汗，不用去追求剧烈的运动。那么每周我们可以进行一个3到4次，每次20分钟。那这样的运动啊，就是符合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那如果你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话，那你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啊进行自我的调节啊。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主要给大家阐述了一个运动的一个观念和运动和长寿之间的关系啊，希望大家重视起运动啊，然后呢把饮食啊这块也重视起来，这样的话身体啊也会变得健康，也会变得更加长寿。好了，我是大伟，谢谢大家的观看啊，大家点赞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手上有一个面板，这个面板是专门反馈出啊我们整个人的体质的强弱、气血是否充足啊，我们今天的精神状态好不好。这个位置啊非常的重要啊，在手掌当中啊，它可以说是核心当中的核心，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鱼际这一块。那这一块啊，如果说有经验的人啊，他这个平常摸一摸就会发现啊。身体好的人啊，他是非常饱满充足啊，感觉有气血啊在里面涌动。那么体质较弱的人啊，这一块啊往往是没什么血色，而且啊，他这个状态啊是非常的薄，而且捏起来没有任何的弹性啊。所以呢，我们反其道而行之，这里也是我们身体当中最好的一个补位。经常啊给它刺激，给它做一些锻炼，就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进行一个体质的调节。特别是中老年人啊，经常要做一做。那么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就是很好的去刺激咱们的大鱼际啊，锻炼这一块肌肉，让我们的身体的气血啊、体质啊变得更好。那么怎么做呢？这个动作说来啊，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只要把手啊，你看。这4指呢是完全的并拢且伸直，然后另一只大拇指呢去折叠，这个技能啊，这个动作就叫做折手功。你看，你别小看，就是这么一个动作啊，它是可以充分的去激活我们整个大鱼际啊这里的肌肉，同时做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整个4指啊，我们的小臂啊都明显有带动的。好，我们来做一下演示啊，你看手这样并拢啊，一定要并拢，这个手呢是完全要伸直的，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好，然后呢我们去折，你看。尽可能的让我们的拇指的这个指尖去触碰到我们小拇指啊，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去折，把手折起来，像一个纸一样的把它折起来，对折。好，折住了以后，你会发现啊，非常的酸啊。来走2，整个速度啊不要很快啊，千万不要这样去做，这样做没有什么效果的啊，慢，很慢的怼上去啊，保持个1秒钟左右啊，放开，再来2，好，3，好，我们去做一个10下啊，4，做完10下以后，你这一块会非常的酸，非常的胀。好，做完10下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去用我们的这个手啊，你看啊，缓缓的用我们的中指啊去触碰我们手腕这个位置啊，缓缓的去触碰啊，1，好，一样的啊，像打招呼一样，2，好，3啊，记住中间这里啊是空的啊，只是用我们的这个中指啊去触碰我们的手腕，4，好，尽可能的就要去做。做完以后呢，整个小臂啊也会被带动啊，它同时也是一个练握力非常好的动作啊。好
5，我们一样是做10下。那么做完以后啊，你把手活动一下，你会发现整个小臂这一圈啊都非常的酸，同时你能感觉到这个血流啊就往你手掌上面去涌。手上做完以后啊，特别的热乎啊，平常手啊冰凉的人啊就做这个动作，任何地方都能做。另一只手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简单做一下。你看这个频率啊，大家就跟着我这样去做啊，不用做的很快。3，好来，4，好，5。6啊，做完了以后呢，手开始用我们的中指啊去碰我们的手腕，1，好，2，整个你看侧面看一下，3，好，4啊，中间保留出空的啊，千万不要做的时候就手就捏在一起了，这样做就很轻松了。我们一定要中间保留空的，这样可以极大程度的去刺激到我们的肌肉，刺激到我们的筋膜，并且更好的帮助我们活通我们的经络，活通我们的气血。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动作左手练个2组啊，右手练个2组就可以了啊。我是大伟啊，如果感觉这个视频好，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并且呢，视频下方啊长按点赞，给我一个超级赞。那么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中老年人身体好不好啊？看哪里呢？首先啊，咱们会选择看他的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背部啊，它有一个外号啊，叫做阳气之海。那么咱们背部如果既挺拔又正，那么我们身体里面的整个体位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有利于咱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循环代谢，故而之身体啊就会很健康，而且整个人会非常的有干劲，看起来啊也精神足。那么如果这个背啊总是弯着，或者咱们的背啊总是驼着，那么你想一下，这个时候呢，它会压迫到咱们整个腹腔，腹腔里面呢啊我们的内脏都在里面，对吧？它会对里面的循环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呢，长期这样的体态啊，对于我们的颈椎啊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一个人背不好，他不仅啊看起来他的脸色啊会不好看，同时呢，身体里面的运化能力啊也会出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老年人啊，中老年朋友们啊，首先要学会自己养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动作，就是让各位中老年朋友们能够轻轻松松的把我们的背和我们的心肺能力啊都一起啊提高。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啊怎么去做。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动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咱们2个腿啊微微分开。然后呢，把我们的身体啊微微的往后仰一点啊，就往后仰一点，你不要仰很多，仰很多，很多人啊重心不好他就倒下来了，对吧？我们微微的往后倒一点，把手啊往后啊，你看，把手往后伸，头往上看，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把手啊使劲的往后，同时往内去夹。大家从后面看一下，我们手往后再往内去夹。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们的整个身体的体态啊给它矫正过来。同时我们要配合呼吸啊，来吸气，吐，手往后往内夹，吸，吐，吸，吐。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大家可能看我做的简单，但是啊，我做了3个，我就明显的感觉，首先我的小腹上面啊非常的酸胀，其次呢，我的整个后背啊都感觉啊很酸，特别是手往后伸往内夹的这么一瞬间啊，特别的酸。那么各位朋友，可能很多人啊，他感觉这个心胸啊他打不开，你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有明显的这个牵拉感，那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咱们呢就保持在这种感觉之下往后往内去夹。慢慢的去练这个动作啊，贵在坚持啊，一定要经常的去练一练。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的整个经络啊都能完全打开，而且做完以后呢，我们整个人啊会感觉特别的挺拔啊，感觉非常的舒服。那么有些朋友就会问我自己的平衡能力不好，那怎么去办呢？对吧？咱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多中老年人不放心，咱们在背后啊就是有一堵墙，靠一堵墙，但是呢，我们离那个墙呢要有一点点的距离，不要完全靠上去。这时候，即便我们身体不稳了，后面有个墙，我们只要往后一靠，也不至于跌倒。这样呢，就保证了这个动作的一个安全性。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是从里到外的给大家讲清楚了。那么大家每天可以把这个动作去练习一下20下。我们
正常一个呼吸算一下，我们练20下啊，做完以后就会很轻松的。好，谢谢大家，我是大伟，大家持续关注我的视频，每天都会分享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养生锻炼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古往今来，人们对于长寿都有一种莫名的追求。那么在古代最出名的就是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药。那么在现代，由于现代医学非常的发达，所以对于长寿这个概念理解的更加透彻。那么从长寿的概念上面来说，或者说从大数据的统计上面来说，就是长寿的人往往具备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基因基因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双方父母他都长寿，那么他就会携带这个长寿基因，那你的寿命很可能就比周围的人要长，这个是长寿基因的概念。但是我们反过来说，这里有一点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如果双方父母都有可能患有某一种疾病或者一方患有某一种疾病，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那一定要对某种特定的疾病查阅相关的这个资料，做好生活上面的预防，比如说这个经常运动调整饮食调整生活作息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并且在食物当中寻找一些可以对于这个疾病有一些预防的这种食物，平常多吃一吃，这个呢是做好预防。那么基因这个东西咱们干预不了因为这个基因都是爹妈给的是没有权利去干预，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只能是接受现实。那么抛开基因不说有3点特征的人是更长寿的，是哪3点呢？我来说一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瘦的人比胖的人更容易长寿。这句话其实很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肥胖我们现在知道会引发很多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诱发我们三高，对吧？诱发脂肪肝诱发心血管上面的一些问题这个都是肥胖带来的一些困扰。那么瘦的人虽然也会得一些心血管上面的问题，但是相对于胖的人他的这个概率要低得多。这个是来自于大数据上面的一个统计也是目前来讲的话世界上面的一个共识。第二种呢，就是经常运动的人比不运动的人更容易长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运动可以让我们的心跳加速增加我们的心肺能力，同时有助于这个气血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经常去运动心脏在泵血的时候加快速的时候，它这个血流可以很好的刺激我们的血管，增加咱们血管的韧性这个血管的韧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经常运动的人往往身体会更健康。但是这里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去运动，特别是中老年人，不要去做这种大强度的剧烈性的这种高重量的运动比如说那种负重的深蹲，你没有基础的话，你就不要去做了我们去做一些适当做一些，比如说走路慢跑登山爬楼这些比较简单的运动还有一个骑车这些运动都比较简单。那么这种简单的运动它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咱们的心脏，让我们的心脏速度微微加快，但是也不至于非常的快。这种心跳的频率更适合于中老年人运动。那么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的话，那就按照你自己的运动来。我这里讲的是针对于大多数没有基础的人。那么第3个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就是什么呢？体质稍微有点弱经常小毛小病的人，反而比体质很健康的人更容易长寿。这里大家肯定满头都是问号，为什么体质弱经常生病他还容易长寿吗？这里就要讲了一点了，叫什么呢？就体质越弱的人他经常生病的人，他会更注重身体的养生保养这一块，他会对他的饮食他会对他的健康是格外的关注。反观你看这个身体平常一向都很健壮的体格一向很好的人，那么除非他的这个基因真的很好，但是如果说一旦这个后天上面经常不注意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养生的意识，那么很容易一下子就患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一下子就会把他瞬间打压下来。那么反观这种经常生一些小病的人他就像这个竹子一样它比较有韧性，你知道吧？它就一弯过来它又弹回去，再一弯过来它又弹回去，它不至于比较刚就一下就折断。所以说有小毛小病的人他往往他经常会看一些养生的知识，经常会去对自己的健康上面格外的关注，因为毕竟每天他都要忍受这种小毛小病的侵袭嘛，很难受影响生活。但是呢，这种小毛小病呢又在不断的刺激他的一个免疫力，让他免疫力不断的去进行一个抗争所以说这种有小毛小病的人反而更容易长寿这里的3点呢，一方面是来自于大数据，一方面是我个人的经验之谈。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想要身体健康又长寿，那么千万不要忘记日常的养生很重要。
作息啊，还有你的饮食规律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在闲暇之余啊，那我们就要坚持啊，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啊，每天坚持做一做也非常重要。做好以上几点啊，那基本上身体来说的话会非常的健康。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分享一个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